看到周深郑州演唱会收官后，网上冒出的一些乌烟瘴气的截图和评论时，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倒不是觉得惊讶，毕竟在这个圈子里待久了，什么光怪陆离的事儿没见过，只是单纯的觉得遗憾，甚至有那么一点点反胃。你想想看，一场演唱会刚刚结束，几万人的场馆里，灯光暗下来的那一刻，他的声音像水一样漫过来，把所有人的情绪都稳稳地拖住。他在台上唱得那么投入，连换气都带着感情，台下的人跟着笑，跟着哭，那种人与人之间通过音乐产生的纯粹共鸣，是多美好、多珍贵的一件事啊！可是，仅仅过了3天，当这股温暖的余温还没散去，某些角落里就开始滋生出一些让人不忍直视的杂音。有人为了博眼球故意挑刺，有人拿着放大镜去解构他舞台上的每一个细节，甚至用一些极其刻薄、充满恶意的词汇去抹黑一个刚刚给几万人带来感动的歌手。这大概就是标题里说的那恶心的一幕吧。他恶心不在于某一句具体的脏话，而在于那种见不得别人好，非要把美好事物撕碎给人看的阴暗心理。你刚品尝完一道精心烹制的佳肴，转头却看到有人在旁边往里面吐口水，那种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不适，真的很难用言语来形容。这也让我忍不住去想，周深在内娱走到今天，到底靠的是什么？一直以来，他在这个圈子里始终是一种很难被替代的存在。现在的娱乐圈太容易造神，也太容易毁神。很多人靠的是热搜的堆砌，是粉丝的控评，是精心设计的人设。但周深不是。他这个人，你很难在他身上找到那种急功近利的浮躁。他为人低调，甚至低调到有时候会让你觉得他是不是太不爱表现自己了。他对每一次舞台，每一次开口，都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认真。业内对他的评价一直很高，不是那种客套的吹捧，而是打心底里的认可。因为大家都看得见，他是真的把唱歌当成命在拼。他的现场稳定到什么程度呢？稳定到近乎苛刻。不管身体状态如何，不管音响设备有没有小瑕疵，只要音乐一响，他就能给你交出一个近乎完美的答卷。这种扎实到骨子里的唱功，是他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圈子里最大的底气，所以他的路人缘常年在线。属于那种你可以不疯狂地追他，不买他的周边，不打榜不做数据，但你很难不认可他。当你打开电视，或者在某个街角的咖啡店听到他的声音时，你会觉得心里很踏实，觉得这首歌交给他，我放心。这种信任感是无数次真诚的演唱积累下来的，是任何营销号都写不出来的。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交出满分答卷之后，却依然要面对网络上那些莫名其妙的恶意。这不禁让人感慨，现在的网络环境到底怎么了？这时候，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那英以前说过的一些话。娜姐这个人，平时在大家印象里大大咧咧，心直口快，有时候甚至显得有些莽。但如果你仔细琢磨，就会发现他对娱乐圈的规则，对人性的幽暗，对网络舆论的本质，有着一种极其敏锐且清醒的洞察。他早就看透了网络世界的运行逻辑。他曾经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在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里，很多时候大家在乎的根本不是事实，也不是你唱的好不好，做的对不对，大家在乎的只是情绪的宣泄。那些敲键盘的人，有时候并不是真的对你有意见，他们只是需要一个靶子来发泄自己在现实生活里的不如意。当时听他这么说，可能有人会觉得他太狂了，或者觉得他把网络想得太坏了。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周深郑州演唱会收官后发生的这一切，完美的印证了那英的判断。那英真是一个字都没说错。你去看那些恶评，去分析那些带节奏的营销号，你会发现他们逻辑里最大的漏洞，就是他们根本不在乎事实。他们不在乎周深在郑州演唱会上到底唱了哪些歌，不在乎他为了那几个高音在台下付出了多少汗水，他们只在乎周深这2个字能带来多少流量，只在乎用什么样的句式能挑起粉丝和黑粉的对立，只在乎怎么用最刺眼的标题去骗取点击率。网络在很多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情绪放大器，一点点小瑕疵会被放大成十恶不赦，一点点小成绩会被贬低的一文不值。情绪的流动和放大掩盖了事实的本来面目。在这个环境里，你做的再完美，也有人能挑出骨头来，你就算把心掏出来给人看，也有人会说你的心是不是不够红，这才是最让人无奈的地方。真正的专业与真诚，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穿透这些喧嚣，被真正懂的人看见。而恶意和偏见却总是能在一瞬间引爆全场。但好在，时间是最公平的裁判，周深和他的团队其实早就看透了这一点。面对这些杂音，他们很少去正面硬刚，也很少去卖惨诉苦。
因为他们知道，在情绪的狂欢里，讲道理是没用的。你能做的，就是继续往前走，继续把歌唱好当郑州演唱会的那些恶意截图在网上传播时，周深在干什么呢？他可能在排练室里抠下一个音符的细节，可能在为下一场演出调整状态，也可能只是安静的喝杯茶，消化掉这些无谓的干扰。他不理会，不是因为懦弱，而是因为他心里有一杆秤。他知道，那些在网络上叫嚣的最凶的人，往往不是他的听众，而真正爱他、懂他音乐的人，根本不会去看那些乌烟瘴气的评论。这就好比你在路上走，突然有人朝你扔泥巴，如果你停下来，去跟他对骂，去把泥巴洗干净给他看，那你不仅弄脏了自己，还耽误了赶路。最聪明的做法就是拍拍身上的土，继续走你的路。等你走到山顶，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时，那个扔泥巴的人还在山脚下烂泥坑里打滚呢。周深就是这样的人，他用一次次惊艳的现场，用一首首出圈的作品，默默地回应着所有的质疑和恶意。他的声音有一种治愈的力量，不仅能抚慰听众，其实也在保护他自己。只要他还在唱歌，只要他的声音还能打动人心，那些网络上的魑魅魍魉就永远只能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小丑。其实仔细想想，我们作为普通的听众，又何必被这些网络上的戾气所影响呢？我们去听演唱会，去买专辑，去循环播放一首歌，初衷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在疲惫的生活里寻找一点慰藉，寻找一点共鸣吗？周深的声音能让我们在深夜里感到温暖，能让我们在低谷时获得力量，这就足够了。至于网络上那些纷纷扰扰，那些谁又黑了谁，谁又踩了谁的戏码，就让它留在网络那个虚拟的次元里吧，不要让别人的恶意破坏了你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审美和心情。当你戴上耳机，按下播放键的那一刻，世界就应该是你自己的。那英的清醒在于他看透了网络的虚妄，所以不被其裹挟；周深的踏实在于他守住了音乐的初心，所以能穿越喧嚣。他们俩，一个用直白的话语点破了现实的残酷，一个用默默的坚持证明了真诚的价值。郑州演唱会收官3天后发生的这一幕，确实让人心里添堵，但它也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网络生态的丑陋，也照出了周深身上那种难能可贵的坚韧。生活已经够辛苦了，网络世界又何必那么充满戾气呢？多一点对专业的尊重，多一点对真诚的呵护，少一点为了流量的无底线狂欢。希望下次再看到周深的演唱会，大家记住的依然是他唱歌时眼里闪烁的光，和台下几万人合唱时那份纯粹的感动。至于那些恶心的杂音，就让它随风散去吧。毕竟好歌是用来听的，不是用来炒的。而周深也注定会在他热爱的音乐道路上走得比那些键盘侠们想象的要远得多，也稳得多。